本期卡牌双周报新品情报满满，有航海王的 OP08 最新情报，宝可梦绯红博物变换假面的新卡曝光，加上 Union Arena 史上最强发售日的3大系列介绍。话不多说，看影片喽！大家好，欢迎回到卡牌情报局。从2023年的宝可梦到2024年的航海王，许多玩家应该都感觉到了一个现象吧，那就是游戏卡盘的收藏平化以及二手价格的飞涨啊。一张鉴定高分的莉莉艾，或是一张带限量编号的特典鲁夫，价格啊都是那个几百万日币在跳的哦。虽然这代表有更多人关注游戏卡牌的价值，并不是一件坏事，但光明的反面必有黑暗。随着价格的增加，自然也会有更多想透过不正当行为获取利益的人出现。上周在东京的秋叶原，一家名为福福托雷卡的游戏卡店就碰到了一件窃盗案件。当天下午，福福托雷卡正如平常的一样在营业中，忽然有一个穿着黑衣黑裤、年纪20几岁的客人进店。这位客人选中了一张价值约500万日币的游戏王卡，借口购买高价卡片需要确认品项，请店员从展示柜里把这张卡片拿了出来。看一看之后，他说：“这么高价的卡片，让我考虑一下。”接着就一直在店里考虑，徘徊了50分钟之久。然后嘞，在店员一个不注意之下，这位歹徒就直接拿着卡片跑出了店外。据目击者表示歹徒接着上了一台附近的汽车，逃逸无踪。要说顺手牵羊的事件，在卡店或是比赛里，其实应该大家都不是会觉得特别令人惊讶。不过偷走了一张500万日币的卡，还真的是很少听过。希望歹徒能够尽快落网，不然卡店真的损失太大啦。航海王补充包第8弹 OP08 正式公布啦 ！OP08 定名为2个传说，冥王雷利将首次登场，搭配重新回归的白胡子。既然名为2个传说，这次的漫画卡会不会也会有2张呢？另外，世界赛时公布的复刻系列 One Piece The Best 也确定会在7月27号发售喽。这个系列以 OP01 到 OP06 的复刻卡，还有我们的活动专用卡为主体。据传OP01 的鹰眼，还有 OP04 的多弗朗明哥都将收录在这个系列里面哦。宝可梦卡牌的玩家们，最近应该都在期待4月初要跟大家见面的绯红博物吧？随着发售日接近也有越来越多的新卡公布喽。接着就为大家介绍几张帅气的新卡。首先是支援着水莲的关照，你可以从自己的弃牌区选择加起来最多3张的非规则宝可梦，还有基本能量卡，并在给对手看过之后加入手牌。这张水莲的关照同时也有 SR 版本，还有我们的 SAR 版本。大家最想要哪一张呢？在上期双周报里介绍过的莎莉，后来也公布了 SR 版本和 SAR 的版本哦。身为摄影师的莎莉在3种版本里各有不同的角度和态度。如果你是莎莉的粉丝，肯定是要全收的。再来是大家特别关注的 A-Spec 生存维持器。附有这张卡的宝可梦，如果是在 HP 全满的状态下，受到对手招式致命伤害的时候，被附着的宝可梦不会昏厥，而是会以剩余10点 HP 的状态留在场上，然后将生存维持器丢弃。真的是留下一口气的概念耶。不过这张 S-Spec 可以确保自己的重点宝可梦不会被对手一拳击杀，在对战的时候可以说是非常重要接着再来看几张大家看到会说卡哇伊的 AR 卡吧，不管是古月鸟、啃果虫、伊布还是喜翠卡蒂狗，都真的太可爱了啦！就在大家等待绯红博物的时候，下一个系列也悄悄公布喽，它就是我们的变换假面。说到这个假面大家有没有想到什么宝可梦啊？没错，就是我们的恶鬼碰要登场喽！恶鬼碰壁场面具 EX， 只要这只宝可梦在备战区，就不会受到来自招式的伤害。特性：壁场面具在自己的回合可以使用1次，从己方手牌选择1张基本场能量，并赋予这只宝可梦身上，然后抽1张牌。恶鬼碰壁场面具 EX 的招式能依照双方战斗宝可梦身上附加的能量数，再给予乘以30点的伤害，能量越多，伤害越高。恶鬼碰火照面具 EX， 它的第一招可以依照自己身上伤害指数的数量，造成乘以20点的伤害。第2招就更厉害喽，只要对手的战斗宝可梦是进化的，就直接伤害加倍到280点。不过代价是要把火照面具 EX 身上的能量全部丢弃，开大招之前要考虑清楚哦。恶鬼碰水井面具 EX， 第一招虽然只能造成20点伤害，不过有一个很不错的效果，就是受到这个招式的宝可梦下回合无法撤退。第2招则是可以把这只宝可梦身上的3张能量洗回牌库，并选择对手的一只备战宝可梦受到120点伤害，能打后排的感觉很不错恶鬼碰储食面具 EX， 特性储食面具，如果对手的宝可梦有特性的话，这只宝可梦是不会受到对方招式的伤害哦。第2招，这个招式的伤害不会计算弱点、抵抗力，还有对手战斗宝可梦身上的附加效果。居然是真伤吗？有点厉害哦！鬼假面，从自己的弃牌区选择1张恶鬼碰宝可梦 EX， 与自己场上的恶鬼碰宝可梦 EX 位置互换，并将换下的宝可梦给丢弃啦。
假面换来换去，到底能有什么组合技吗？变换假面日文版将在4月26号发售，一起期待吧 ！Union Arena 自从发行以来，就以许多动漫作品的卡牌系列所著名。在年初的《刀剑神域》之后啊，更是增加了不少玩家和知名度。就在本周 ，Union Arena 即将迎来可能是史上最强的一次发售日啦！为什么呢？因为本周五一次要发行3个强大的系列。他们分别是《咒术回战 Volume 2》、胜利女神妮姬，还有超人气的运动作品《HiQ 排球少年》。这3个作品啊，随便讲一个都是知名度、人气兼具的强作。万代对待这3个作品可也没马虎哦。接着就带大家看看这次的高稀有度卡牌吧。首先是《咒术回战 Volume 2》。这次发行的《咒术回战》啊，是第2弹的补充包，舞台则放在剧情中的涩谷事变。既然是正邪大战的部分，自然卡片也更帅气啦。首先就来看看补充包里最难抽到的3星 SR 史上最强素挪，整个金边精面的处理，搭配素挪冷酷的表情，谁有这个抽到啊？请通知一声，谢谢啦。2星 SR 的设计也很不赖，上面有虎杖和素挪的英文拼音，用的字形很有那种咒术文字的感觉哦。上面还有特殊的纹路处理，一样是收藏性满满呐。再来是香香的胜利女神妮姬，一样先来看张3星 SR 莫达尼亚，这张卡设计的质感就不用说了吧，亮面、大图、边框都是无懈可击，最重要的还是那个签名啊，是角色声优花泽香菜老师的印刷签。如果大家不认识这位声优的话，讲一个角色，应该大部分人都会听过。花泽老师啊，其实同时是《鬼灭之刃》之中炼铸甘露寺密离的声优哦。再来看到的是2星 SR， 虽然角色是比较全身的角度，不过后面的纹路和声优的签名，加上角色的话语，真的是设计得很不错哎。最后是排球少年，3星 SR 当然是我们的男主角日向翔阳同学。整个金色亮面的设计，我就不相信有日向的粉丝会不想要这张卡。而比起2星 SR， 我们是觉得这次1星 SR 其实更有收藏性，因为上面有角色的台词。虽然说有玩家表示啊，这个设计看起来有点角色要升天的感觉，不过我们还是觉得很不错啦。不知道大家最想要入手哪个作品的卡片呢？欢迎留言跟我们分享。最近的新消息真的是好多啊！不过看到新卡就是开心，感谢大家收看本期卡牌双周报，别忘了喜欢、订阅、分享，我们下次见喽，拜拜。